街头霸王，等你来称王。今天呢，我们在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来参与音乐季的活动了。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呢，我们也顺便带了我们全新的BOSS 3 Pro 耳机，让这些听团仔们呢听一听它的细腻的音质表现。对于听团仔来说，音乐就是生命，好的音质就会有一个愉快的人生。我们今天就来问问看路人朋友们对于耳机的挑选有哪些要件吧。事不宜迟 ，Let's go！既然我们要享受音乐的话，通常在外面都会佩戴耳机。那请问一下，如果今天要买耳机，你最在意的点是什么？是耳机要有 AI， 或者是降噪不错，还是音质为优先选择？目前来讲，可能会 AI。现在 AI 是很风行的 ，AI 是很 fashion 的。我觉得 AI， 因为我常在骑机车的时候听音乐，然后就电话会突然进来，就需要就是有可以帮我主动切换的模式之类的。今天如果送给你一个实用道具，你会想要选择智慧耳塞或者是翻译蒟蒻？我会选耳塞，我宁愿不知道任何事情，我也不想要知道太多事情，让自己更烦。比较喜欢实用的翻译，要有翻译，哎，要有翻译。应该是蒟蒻吧，就可以沟通了。因为如果是只能听的话，就变成单向的；如果它是双向的话，就等于说你是可以沟通的状态。就很多歌你就不用自己另外去查翻译。目前哪一个阶段你会需要用到翻译蒟蒻的功能？明年1月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出国，那日文现在会几句吗？不会几句。欧洲就有很多不同的语言呐，都需要用到的。有遇过那种语言隔阂障碍的故事吗？我还好，我都比手画脚。客人跟我讲英文，我听不懂，只能就他讲英文我听不懂。那你还记得他跟你讲了什么吗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你听不懂。我有说 I am fine， 是他之后就讲了我都听不懂的话。跟越南的同事沟通起来都还可以他。们中文都比我好。你说越南的同事中文比你好是什么意思？他就说，你中文不好。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没办法接续的交流，它就可以直接透过我们翻译助理里面的对话模式呢，来去进行对答如流的一个即时翻译。那这个功能的话呢，可以搭配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角BOSS 3系列的耳机，你可以进去 Wearable 里面呢，在长按操控，把它去做开启，改成长按开启翻译助理。那在我们搭配耳机使用的时候呢，我们所讲出来的中文内容，它会透过手机的喇叭转成对方听得懂的外文内容，来去让他聆听到。Where's the nearest convenience store？ 我们佩戴的耳机呢，就会变成说话的麦克风，对方所讲的所有的外文内容呢，就会翻译成我们听得懂的中文内容，进入到耳机当中。就在捷运站旁，会看到大楼。10月份，我们也推出了台湾的繁体中文化的一个升级语言包。那在你升级之后呢，就可以透过我们台湾常用的一些缩写或是简写，精准的翻译外文内容，让对方可以清楚的知道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你们的无线蓝耳机有降噪的功能吗？没有，没有。没有。所以你会想要选择降噪？对，怎样？你觉得这个世界很吵是吗？我们班上很吵。你们你会操作降噪的功能吗？反正它可以自由调节。那你平常都会开着降噪？对，有看过的是手机直接操作嘛？那另外一种是按2下，它会自己切换。那你有在开着降噪的情况下遇到一些什么有趣的故事或者是困难的问题过吗？搭公车搭过头，回审的时候没听到，对，没听到那个。他们台工作太吵了，太大的差别。在哪里上班？重点啊。就是他们的声音就对了哈。我们发现大多数的受访者，他的耳机并没有主动式降噪。当他在需要与人对话的时候呢，他需要将一边的耳机拿下来，才能够清楚的听到对方的声音。而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的BOSS 3系列耳机呢，当佩戴者本人讲话的时候，他就会主动的帮你切换成环境音。小姐，你卫生纸掉了，谢谢你哦，拜拜。例如，我带着他去手摇店买饮料的时候，我只要跟店员说我要一杯绿茶无糖微冰，这时候耳机就会主动的切换到环境音，让我能够清楚听到店员的声音。它也能够在遇到环境突如其来的噪音的时候呢，这时候耳机就会主动的切换到主动式降噪。例如，我曾经就经过工地遇到大型机具运作的噪音的情况底下，它就会主动的帮我切换到主动式降噪，让我更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面。我
会觉得音质比较重要，应该是音质。音质第一吧，音质。音质，音质，音质，刚才说什么？我说还是经济。经济吗？看价钱。音质。音质。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平台 Spotify 跟他一样。对，Spotify。KK Bus。 KKBox 或 YouTube Music。YouTube。我也是 YouTube。那你有没有订阅高音质的服务？有。没有哎。刚才说你在意的音质，结果你没有订阅高音质，什么意思？青菜软供。那耳机有没有支援高音质的服务？应该有吧？有确定呢？这个没有去了解，好像24 Beats 吧。好问题哦，我现在不知道。如果你要接收到好音质呢，先介绍几个重点。如果你用的是 KK Bus 的话，建议你呢可以升级到它的无损的音质加持服务，那就可以收听到非常好的无损音质的音源。那如果您是 Spotify 的用户呢，除了你升级成 Premium 会员之外呢，记得要去设定里面的音质调到极高这个等级哦，就可以呢去解锁所谓的一个高音质的音源。除了满足以上的高音质条件呢，更重要的是你需要拥有一颗全新的83系列的耳机，因为它拥有24 bit 96K HD 的高音质的解码功能。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解锁你所有的一个高音质音讯来源，可以还原整个音乐的细节跟重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介绍一些耳机的选购指南。这一次83系列耳机呢，在耳柄的部分，它也更加的靠近你的嘴唇，要进行通话的收音，都可以获得更好的收音效果。那在这一次的83上面呢，我们采用了耳塞式的设计，它能让你呢在工作或是长时间通勤佩戴的情况底下，可以获得更舒适的佩戴体验。那在83 Pro 呢，我们采用了入耳式的设计。如果你是追求极致的主动式降噪，我们会建议你呢选择83 Pro， 能够采取更好的一个物理性隔绝的一个效果。我们的耳机加充电盒的续航最长可以长达30个小时哦。那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个全新串联的功能。如果你连接过同一个3星账号的手机跟平板，它就可以进行自动切换 Bus 无缝接轨的切换功能。你也可以呢把你的耳机连上 Watch 7的手表，即便在没有带手机的情况底下，你也可以呢来去进行户外运动的一个音乐体验。综合我们以上所分享的耳机选购指南呢，想要挑选一颗高音质的耳机，不用在网络上看别人的评价，直接到现场呢实际体验好的高音质以及舒适的一个佩戴效果。相信呢你也可以在现场选到符合你心目中的一个高音质的好耳机哦。除了喜欢听音乐的听团仔，你还希望我们访问哪些族群或内容呢？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留言告诉我们哦。3星街头霸王，我们下次街头见。